在当今娱乐圈，顶流这个词早已被频繁使用，但真正能够配得上这一称号的人却屈指可数。而肖战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影响力并不仅仅体现在数据、流量或商业代言上，更是一种跨越圈层的文化现象。从影视作品到音乐舞台，从时尚资源到品牌代言，肖战所触及的领域几乎无一不引发巨大关注。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迅速成为热搜焦点，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引发粉丝乃至整个网络舆论的连锁反应。这种高度不是单纯靠资本堆砌出来的，而是多年积累的人气、口碑以及公众形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公开场合中，与肖战合作的高层管理者或品牌高管，往往表现出极为谦逊甚至放低姿态的态度。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肖战不仅是艺人，更是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和商业价值核心。企业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企业。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他的地位很高，而两位高管却显得很谦虚这一现象会引发讨论。因为在传统认知中，艺人与资本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层级关系，但在肖战这里，这种关系似乎被重新定义。他用自身的影响力重塑了艺人与品牌之间的权力结构。所谓10日到位活动，本质上是一场高度组织化的粉丝应援行动。短短10天时间，从预热到爆发，再到持续发酵，整个过程展现出惊人的执行力与凝聚力。粉丝们通过统一口号、统一行为、统一传播节奏，成功将这一活动推上舆论高点。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支持行为，更像是一场精密策划的传播战役。每一个参与者既是个体，又是整体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在娱乐圈并非首次出现，但10日到尾的规模与影响力却创造了新的纪录。它让外界重新审视粉丝群体的力量，他们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观众，而是能够主动制造话题、引导舆论的参与者。然而，这种高度集中化的行为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粉丝的行动超出合理范围时，是否仍然属于支持？还是已经变成一种对公共空间的干扰？在10日到尾活动中，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为迅速引爆网络，部分粉丝手持假书进行打卡或拍照，以此制造某种视觉效果或话题传播。这一行为很快遭到了大量网友的质疑与批评。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仅缺乏诚意，甚至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原本应该是正向支持的应援行动，却因为形式问题而变得失真。更深层次来看，这一事件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在流量至上的环境下，一些粉丝开始过度追求效果，而忽视了行为本身的意义。他们希望通过制造话题来扩大影响，但却忽略了公众对真实性与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舆论的反噬来得非常迅速。从最初的好奇与关注，到后来的质疑与批评，仅仅用了不到1天时间。这种转变既说明网络环境的敏感性，也体现出公众对过度应援的警惕。不可否认，粉丝文化是当代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有了大量忠诚且活跃的粉丝，艺人才能维持持续的曝光与热度。但与此同时，粉丝文化也存在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推动艺人发展，形成强大的支持体系；另一方面，一旦失控，也可能对艺人本身造成负面影响。假书事件正是一个典型案例。原本是出于支持的行为，却因为方式不当而引发争议，甚至影响到艺人的公众形象。这种好心办坏事的现象，在粉圈中并不少见。因此，如何在支持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粉丝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真正成熟的粉丝群体不仅要有热情，更要有判断力和边界意识。面对争议，肖战一贯采取相对克制的态度。他很少直接回应具体事件，而是通过行动与选择来传递自己的立场。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应对方式。
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过多的解释往往会引发新的争议，而适度的距离反而能够让事件自然降温。与此同时，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理性追星、健康支持，这实际上是在为粉丝行为划定边界。虽然无法完全控制所有人的行为，但至少可以通过价值引导，减少极端现象的发生。肖战的高地位不仅意味着资源与机会，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他的粉丝行为也会被视为其影响力的一部分。十日到韦与贾书事件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缩影，但它足以说明，在这个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舆论焦点。真正的顶流不只是站在高处，更要学会如何稳住位置。而粉丝也需要在热爱中保持理性，在支持中守住边界。当贾书事件迅速登上热搜之后，很多人将其视为一次单一事件的失控。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把视角放大，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偶然，而是粉圈结构性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首先是任务化追星的加剧。在以肖战为代表的顶流生态中，粉丝不再只是情感驱动的支持者，而逐渐演变为执行者。他们需要完成数据打榜、控评、转发任务，甚至在某些节点中承担制造话题的责任。这种模式在短期内确实能够迅速提升曝光，但也在无形中改变了粉丝行为的本质。其次是内卷化竞争的持续升级。不同粉圈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一个群体都在不断提高应援标准。从最初的简单支持，到如今的创意应援、视觉冲击、规模比拼，每一步都在不断突破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贾书这种行为其实正是为了在视觉和话题上赢过别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粉丝行为逐渐脱离真实与内容本身，而转向效果优先，那么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公众并不会只看结果，更会审视过程与动机。因此，这场舆论风暴本质上是粉圈文化在高速发展中尚未建立成熟规范所导致的必然冲突。在讨论粉丝行为时，如果忽视背后的商业逻辑，就很难看清全貌。事实上，粉圈的很多极端现象并非完全自发，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机制所放大。对于品牌方来说，像肖战这样的顶流艺人意味着巨大的转化能力，而粉丝的活跃度正是衡量这种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无论是数据、话题还是参与度，都会被纳入商业评估体系。在这样的逻辑下，粉丝的每一次集体行动都会被转化为可量化的价值。点赞数、转发量、话题阅读量，甚至线下应援规模，都会成为品牌决策的参考依据。问题在于，当这些指标被不断强调时，粉丝自然会倾向于用更极端、更吸睛的方式来完成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贾书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错误，而是效果导向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只批评个体行为，更应该看到，当整个系统都在鼓励更大、更快、更夸张的表达时，边界的模糊几乎是必然结果。经历了一次次舆论风波之后，一个关键问题逐渐浮现：粉丝文化是否能够走向更加理性和规范的阶段？从艺人角度来看，像肖战这样的顶流已经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粉丝，例如强调理性支持、减少过度应援、倡导关注作品本身等。这些信号实际上是在试图重塑粉圈生态。从平台角度来看，各大社交媒体也在不断加强对异常行为的管理，例如限制刷量、打击虚假信息传播等。这些措施虽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违规成本。而从粉丝自身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真正的支持是否一定要通过制造声量来体现，还是可以回归到更简单、更真实的方式。未来的粉圈文化或许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野蛮生长，而是逐渐走向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热爱依然存在，但表达方式将更加理性，